嗨，大家好，我是上官。过完年大家开始拾到车，也有很多朋友近期开始找我调车，然后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远程调车。前2-3年我基本上是10月之后会去南方或者其他地区给大家调车，相对来说大家更希望现场给大家去调，觉得这样有交流，然后调的可能会更准。但毕竟是一个人，然后我也不可能全年都在外边跑，所以很多朋友也会选择远程调车这个方式。那今天就给大家解密一下，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远程调，并且相对是比较准的。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就是远程调的话，大概一次的静态调整能够达成的效果是大概能到80%。那如果我现场给大家调的话，一次的效果大概是在90左右。同时，所有的调车都需要静态调加你去骑，骑完之后反馈个1-2次、2-3次，我们才能调到最终的状态。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调这一次之后就不管了。那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能够实现远程调。那能够尽量让调节变准确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我对这个车的了解程度，对这个车主的骑行风格的了解，他的体重，以及这个车目前的避震健康度等等这些细节因素，以及他骑行的路段路况如何，他的水平如何，这些因素都可以帮助我辅助判断我远程调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但最重要有3项是对远程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分别是：第一，体重；第二，车主的骑行风格；第三，他压车时候发力是否干脆。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远程调车的时候，在调之前都会给车主发2个视频，分别是压车头和压车尾的。我需要车主用正确的发力方式去压车，这样我才能通过速率变化的方式去看到这个车目前的设定和它的体重和它的需求是否匹配。当然这个匹配度其实是经验的问题，所以还是有一些经验能够帮助我去判断 OK 这个速率正确与否。但车主如果发力不正确，其实我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他们的发力正确与否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后他再去骑完之后跟我反馈 OK 我什么样的体感，我的扎带在哪里，我做什么样的动作的时候车有什么样的反馈，这些信息告诉我，根据它的反馈再去微调。所以在后续的微调的过程中，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体感或者车辆的动态和我们的设定如何息息相关，如何影响。这个其实是在动态调整下或者叫后续调整中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今年接下来3-4月份开始制作的视频，就会逐步带入体感和避震设定相关的内容。举个例子，那如果你出弯给油的时候后轮打滑是噗嗤一下这样打滑，那我们调什么是最直接有效的呢？就是后避震的回弹，让回弹速度稍稍的慢一点点，就可以解决或者缓解这个问题。所以类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骑行中的体感，你骑行中的晃动，你骑行中的不稳定，你骑行中的所有的心理没底，都可以通过减震的微调可以达到缓解或者解决的效果。所以如果有调车需求的话，不用担心到底是本地还是远程，都可以解决。大家如果对车辆的反馈、体感的反馈和避震设定有兴趣了解的话，欢迎关注我后续的视频，我会逐一给大家讲解。好，关注我了解更多汽车知识，我们下期见了，拜拜。